在这个单元，同学会使用到的工具有 0.5mm 单芯线1捆，拨线钳1支，一字起子1支。这边同学需注意，使用的一字起子直径需小于 2.8mm， 否则下面的范例练习会无法进行硬体接线。接着我们进行范例练习。范例1，透过设计视觉化页面，加入一按钮开关，控制 DO 模组 Apex5046 DO0 的输出状态。这个范例同学要注意， DO 只提供 Write Only 的通道。首先我们进入程式撰写页面，接着我们在变数视窗加入开关变数 S1， 变数 S1 使用的 Data Type 为布离。接着我们加入视觉化页面，首先右键点选 Application， 接着找到 Add Object， 加入 Visualization， 按下 Add 完成加入页面。接着我们在右边找到 Lamp Switch Bitmaps， 这里面放有灯号以及按钮。我们将 Deep Switch 放入页面，接着点选 Deep Switch， 在右侧找到 Switch 的 Variable， 接着我们输入 PLC Program.S1， 这样就完成开关变数连接。接着我们开启 Apex5046 的视窗，点选 Status IO Mapping， 接着展开 DO0 到 DO15， 我们一样在 DO0 的 Variable 输入 PLC Program.S1， 将 S1 连接到 DO0， 完成后同学就可以编译并执行程式。现在我们回到视觉化页面，当我们启动开关时， DO0 状态 LED 灯亮起。当开关关闭时， DO0 状态 LED 灯熄灭。范例2，在视觉化页面设计一个灯号，透过 DI 模组 Apex5040 DI0 的输入状态，将灯号点亮或熄灭，其中高位准讯号来为电源模组之24伏。这个范例同学需注意两件事情。第一， DI 模组只提供 Read Only 通道。第二， DO 模组的电气讯号为 Sync Type 输出，与常见的 Source Type 输出模组不同，因此同学需特别注意。接下来我们进入程式撰写页面，在变数视窗加入灯号变数 B1， B1 的 Data Type 为布离。接着我们进入视觉化页面，我们一样从 Lamp Switch Bitmaps 中，我们将一个 Lamp 加入页面，接着在右侧找到 Lamp 的 Variable， 我们输入 PLC Program.B1， 完成灯号变数连接。接着我们点两下 Apex5040， 开启 DI 模组视窗，接着点选 Status IO Mapping， 我们展开 DI0 到 DI15， 在 DI0 的 Variable 输入 PLC Program.B1，
完成灯号变数连接。接着同学就可以编译并执行程式。接着为同学讲解硬体部分。首先为同学讲解 I/O 模组连接方式。I/O 模组采用压簧端口，必须使用一字起子，从左边的端口插入，接着向左施压。同学可以将导线放入右边的端口，拿出一字起子后，导线就被固定在端口了。以下教导同学进行 DI 模组测试。首先，同学拿一条导线连接工业用模组电源 V 正。接着将导线另一端连接 DI 模组至 COM0。接着，同学再拿一条导线连接工业用模组电源 V 负。完成后，同学将导线另一端触碰 DI 模组至 DI0，我们就能看到 DI0 的 LED 灯亮起。接着我们进行范例2硬体接线。首先，同学拿一条导线连接工业用模组电源 V 正。接着将另一端连接 DI 模组至 COM0。接着拿出第二条导线连接工业用模组电源 V 负。接着将另一端连接 DO 模组至 Ground。接着拿出第三条导线连接 DI0 与 DO0。这样就完成范例2硬体接线。接着为同学讲解范例2电路。DO 模组 Apex5046 输出为 Open Collector， 在逻辑闸为1时，会将 Channel 连接至 Ground。因此，当视觉页面下按钮压下 ，DI0 会透过 DO0 连接至 Ground。此时 DI0 的输入为逻辑1，视觉化页面内 Lamp 灯号会亮起。当按钮关闭 ，Lamp 灯号也会跟着熄灭。接着我们实际操作。这边，当同学将按钮开关压下时 ，DI0、DO0 与 Lamp 灯号皆会亮起。当我们将按钮关闭时 ，DI0、DO0 与 Lamp 灯号皆熄灭。单元4范例练习到这边结束，同学可以多加练习。